千元宫的宫主依旧是晴天担任宫内权势，至于其他的诸魔王也是管理着千元宫内各大区域的权势。原本千元宫的事务皆是萧炎、灵动、沐尘三大诸魔皇管理，但是他们已经当甩手掌柜，所以他们才无奈必须管理千元宫内的所有制度条约。今日的千元宫内的一座巨大的豪华宫殿中，站着数百号强者，其中实力最低的都是圣品天至尊上百人，而圣品巅峰的也有接近100位，还有不下50位的半步主宰者，而达到主宰境的强者也有数十人。在这20余人，在这些主宰者当中，还有几位更是达到了大主宰层次。在这些强者之中，前方的位置上有着无尽火域、武境、幕府等霸主势力中的身影，他们都分别是无尽火域的2位主母彩铃和轩儿，以及武境的2位主母林青竹和殷欢欢，还有来自1位幕府的主母洛丽，以及其他熟悉的身影，分别是药老萧、玄古元竹坤、小雕灵岩和曼陀罗九幽等人。如果萧炎他们在这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些人群中竟然还出现了2位天元界的地龙古神和专逐大尊，看其阵仗，他们似乎今日都会聚在了千元宫，仿佛在商议什么大会议一般。其中特别是萧玄这位无尽火域的域主，其天赋不比萧炎差很多，如今其实力达到了大主宰后唯一一个距离最强主宰最近的存在，而不死之主和青山剑圣紧随其后。这萧族的2位还真是让他们都感到羡慕，一是萧炎，二就是萧玄。萧玄则是沉声开口说道：青天公主，那往我们千元界叠空而来的方舟上究竟是何方神圣？坐在人群中最上方处，面色冷静的晴天缓缓地回答道：萧玄域主，经过我们这几天的分析，能够以叠空行驶的方舟，则是连天元界都不能拥有。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对方肯定来自于第1等级世界的神。此话一出，顿时让得宫殿内的所有人都是无比的震撼。对于他们而言，虽然部分人实力达到了主宰境，可是在主宰之上还有一个境界，那就是神指境。一旦成神，那可将会是神圣的存在，神只要挥一挥手，就能够让千元界都为之颤抖起来。毁灭对于他们那些神来说，简直就是轻轻松松无压力，因为他们在天元界的地龙古神以及专逐大尊身上都感受到过，他们的那一种神之气息简直能够让他们窒息。就连目前千元界中最强的萧玄都不敢轻视，甚至他感觉自己能够瞬间被一位神一掌拍死。第1等级世界的神为什么会来我们这千元界？难道是什么外敌入侵者？想到这里，宫殿内的所有强者都是警惕起来。对于外敌入侵他们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1次2次的事情了，所以只要有外敌入侵千元界，不管对方多强大，他们都会拼尽一切去抵抗。此时在人群之中，还有诸多新生势力加入了千元宫之中，其中有着最受欢迎的4圣宫，4位公主也是站在了自己的母亲身边，他们正是萧炎、灵动、沐尘的几个孩子。在这4位公主中，实力最强的便是萧萧，然后就是萧凌和林静，以及其中年纪最小的慕云熙。娘，爹他们好像也是去了第1等级世界中，不会是他们回来了吧？萧凌等人此时弱弱的出声道，因为他们的父亲离开千元界也是很久很久了，这一次他们所感受到的那股强大力量朝着自己千元界而来，不会真的是他们的最强父亲大人吧？想到这里时，就连他们的娘亲也是露出一抹期待之色。作为他们的爱妻，虽然嘴上说让他们去历练提升实力，实则内心里对于他们的思念也会一直存在，而且越久那思念就会越强烈。然而就在他们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在千元界遥远天际的上空处，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瞬间被撕裂开来，而且周围顿时有着一股可怕的能量席卷而出，一艘无比巨大的方舟便是从这空间裂缝中缓缓地行驶了出来。这一艘方舟的体积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将阳光都遮盖了1大半范围，原本明亮的上空此刻却是变得昏暗下来。这一幕的出现也是让那个的千元宫内的一些镇守者纷纷腾空而起，目露凝重之色地盯着方舟。然后宫殿内的晴天以及不死之主和青山剑圣等人也是以最快的速度闪现到了他们千元宫的上空，看着眼前如此巨大的方舟，他们的内心也是非常明显的震惊了一下。旋即萧玄以及其他超级巅峰强者都是纷纷飞向了天空之上，仔细打量着上空处的方舟。在他们仔细的打量下，便是看到这艘方舟的船身上刻着2个大字圣龙。那的确是来自第1等级世界的超级方舟，难怪会如此巨大。此时2道散发出神之气息的地龙和专逐身影出现在了晴天等人的前方，他们看到圣龙2字时便是知晓这方舟上之人不对，应该是神。这些神的气息比他们2人更强大，甚至比第1序列神都要强大。难道说对方的实力已经超越了第1序列神之上，达到更高的神境层次了？超级方舟之下汇聚着诸多的超级强者，他们不敢贸然的进行发起进攻，毕竟都还没见到对方，也不知道对方的来意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动手的话，恐怕对于他们而言非常的不明智。而下方之人还在不断的猜测时，超级方舟的甲板上有着3道身影负手而立的看了看这一方第3等级的大界，风景秀丽，山川水秀，从环境上来看的确也不输第1等级世界。这便是萧炎的故乡千元界吗？果然不同凡响，而且我在这一方大界中感受到除了灵力之外，
还有非常浓郁的世界本源之气和更高级的神元之气。看来这个大界正在发生蜕变，其中的资源也是逐渐的进行着大幅的提升。感受了一下千元界的规模后，就连这来自万兽神界的3位神兽强者都忍不住的惊叹。他们感受了千元界中的气氛后，才渐渐的收回了心神，然后脚步迈出，便是走到了方舟的最前方甲板上。然而他们却是看到了下方有着无数道露出震惊之色的目光，都是朝着他们3人望了过来，瞬间也是让得他们有些胆颤心惊，因为他们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此时地龙古神专逐大尊和萧玄并列一排，3人的目光中有着一种忌惮之色浮现，能够让地龙古神他们感到忌惮，唯有更强大的神之。他们见到超级方舟甲板上的3道身影后，地龙古神率先出口道：在下天元界的地龙古神，请问你们今日来此千元界所为何事啊？听到地龙古神的声音后，超级方舟上的3道身影在下一刻就出现在了地龙古神等人的面前，然后其脸上较为柔和，带着浅浅的微笑，不像是来者不善之人。其中一位为首的白衣男子开口道：原来是天元界之人，难怪我说在你们2人的身上感知到神之气息。说着，他的目光便是在地龙古神和专逐大尊以及萧玄3人身上扫过。不过在扫到萧玄的身影时，其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与萧炎有所相似的气息，应该说是血脉有些相同。难道说眼前这人是萧炎的亲人？你与萧炎是什么关系？白衣男子的此话一出，直接让萧玄等人震惊了一下。这陌生男子来自第1等级世界的神，竟然知晓萧炎的名字。一听到是萧炎的名字，萧萧和萧凌2人便是闪现到了白衣男子身前，激动了起来。你知道我爹爹的名字，那应该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吧？爹爹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我们和娘亲都非常想念他。白衣男子以及身后的2位男子听见萧萧和萧凌这么说，也是微微一惊，不过便是很快的恢复过来，微笑道：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你们的爹爹现在乃是我们万兽神界的救世主呢。救世主！在场的所有千元界之人都是内心震撼连连，特别是薰儿彩铃以及萧玄药老等人，更是心头一颤，那感觉也是非常的猛烈。看到这些人那惊讶无比的表情，白衣男子也是将这一次他们前来的目的一一说给了他们听。经过一会儿的讲述后，原本千元界之人就已经非常的震惊，此刻他们更是直接张大了嘴巴，久久不能平复心中的情绪波动，因为他们所听到的就是萧炎以一己之力救下了3大神界之一的万兽神界。也就是这样，他们都叫萧炎为救世主。炎帝果然还是炎帝，不管到了哪里，他都能够力挽狂澜，爆发出常人根本做不到甚至无法想象的事情。我爹爹果然厉害，哈哈。萧凌、萧萧2人也是非常的激动开心，听到自己父亲如此强大，他们都为其自豪。这小子还真的从来没有让先祖失望过，哈哈哈，不就是我萧族的最优秀族人？萧玄也是放声大笑起来，就连地龙古神和专逐大尊都为其感到震撼。不过想起当年萧炎能够击杀先天神，同样救下了他们的天元界，就觉得这些事情对于萧炎来讲简直就是太寻常不过了。此时薰儿彩铃以及药老等人以及千元宫的众强者都是面露激动之色，对于自己这样的优秀老公以及自己这样的优秀爱徒，他们脸上也是沾沾自喜。而且这一次也是萧炎的要求，他已经在第1等级世界的万兽神界中闯下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将他们接到第1等级世界的炎龙盟之中。这也是目前萧炎在第1等级世界所创立的第1道势力。那无尽火域之人，1日时间的准备，到时候我会前去接应。白衣男子说道。而此时古镜的主母和幕府的主母等倩影出现在白衣男子面前，他们也是开口询问道：前辈，不知有没有遇到过灵动、沐尘2人？闻言，这2人的名字，白衣男子也是沉思了一下，然后突然想起来，在前往千元界时，萧炎就叮嘱过自己这2人的消息。林动和沐尘2人，他们不在万兽神界，而是在与萧炎飞升第1等级世界后，一起参加了招揽神会，只有晋升前10名便可进入神指联盟。而当时林动、沐尘他们2位就是成功晋级，目前应该在神指联盟中。听到林动、沐尘2人平安，林青竹、殷欢欢以及洛里3女才如释重负的松了一口气。他们还真的担心2人会不会在第1等级世界中出了什么事情，毕竟第1等级世界中有无数神之，如此水深的世界里，难免会有一些比他们更强大的超级神之。然后薰儿、彩铃、药老等人也是回到了极北之地的无尽火域中，开始交代狱中的一些相关事情。本想着让萧玄也前去第1等级世界，可是对方拒绝了，说是帮忙照看无尽火域，如果全部离开的千元界的话，那么无尽火域没人镇守也不行。这么一说，薰儿和彩铃等人也不好说什么。如今千元界自然也需要有人镇守，萧玄选择留下来，或许也是因为萧族出了一位真正的天命之子，那就是炎帝萧炎。既然有如此一位天赋卓绝的炎帝，作为萧族的先祖，他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个时代还是留给年轻人好好勇闯吧。1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无尽火域的上空处悬浮着巨大的方舟，正是圣龙族的那3位男子准备接引无尽火域之人了。此时萧玄等人站在一处巨大的广场上，四周还有着诸多的火焰熊熊燃起，仿佛这片天地的温度比起外界的还要高。先祖，我们就先行前往万兽神界了。此时
一旁的倩影女子萱儿优雅地开口道：“哈哈，去吧，不管到了哪里，这个时代才是你们勇闯的世界，好好发挥，你们的天赋都不错，我看好你们。”萧玄也是微笑起来。如果是以前，他或许会选择好好拼一拼，可是现在他知晓，在他的面前还有更强的萧族后辈，所以他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女儿，爹就不和你们去了，等日后有机会，我也会亲自飞升第一等级世界找你们。说话的乃是萱儿的父亲古元，如今古元的实力也达到了主宰境，只不过是小主宰。毕竟萧玄的天赋从他们那个时代起就远超远古八族的族长，所以这并不感到奇怪。不过，身为魔兽的太虚古龙一族的紫妍和吞天蟒一族的彩铃，以及拥有碧蛇三花瞳的青灵，则是都准备前往那万兽神界。对于那个世界中的资源，可以激发他们体内的魔兽血脉，提升更高的力量。哈哈，彩铃姐，我们终于可以见到萧炎那家伙了。如今他是不是很强大呀？紫妍的性格还是与当年一般，颇为可爱中带着一丝成熟的韵味，身穿紫色衣袍，也是一位绝佳美女。一旁的彩铃听得也是暗暗自喜，自己有如此强大的丈夫，还真是幸运。当年萧炎还只是可以让自己一巴掌就可以拍死的人类小子而已，现在恐怕已经都达到了，连他们都只能仰望的地步。地龙谷神前辈，你们要不要一起前去？这时青灵轻声说道，最近时间他们倒是受地龙谷神指点，让自身的实力也有着一丝精进。呵呵，我一把年纪了，我也暂时先不过去了，到时间我们会看情况，亲自看一看第一等级世界的大好河山。地龙谷神笑道，毕竟他要镇守天元界，不然到时候像天人界一样被一股神秘力量毁灭，消失的无影无踪就不好了。这个大洲很大，难免会有一些神秘强者入侵各大界，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为了守护自己的大界，暂时不考虑前往其他世界。见到地龙的拒绝，青灵也是理解的微笑点头。那么既然这里的已经都交代好了，前往万兽神界之人皆是对着上空的超级方舟暴掠而去，最后稳稳地落在了方舟的甲板上。人都到齐了吗？白衣男子问道。全部已经齐了。紫妍率先回答的点点头，看着这如此巨大的超级方舟，他也是有些震撼起来，毕竟这千元界里可没有如此巨大的方舟啊。好，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将自己的一滴精血弄到这个容器上面，不然的话，你们是无法进入第一等级世界的那通道的。白衣男子说着，便是将一道类似像龙形状的东西拿了出来。这个是我们圣龙族的秘宝，只要让你们的精血与之秘宝达成某种关系，便可以暂时有资格通过第一等级世界的通道。所以你们进入万兽神界后，要尽快的修行，让自身的实力达到主宰之上的神之境，获得准神境也行。只有如此，你们才能正常的在第一等级世界中生存。众人闻言也是点点头，他们丝毫没有犹豫的将自己的精血取出，全部滴在了这秘宝之上。随着精血的加入，那秘宝竟是散发出数道蓝色光束，对着众人的眉心间射去。见状，众人也是微微一惊，然后那蓝色光束射进入他们的眉心中后，一股特殊的力量便是在他们的体内逐渐的形成。想必这就是白衣男子所说的一股能够进入第一等级世界通道的特殊力量。当然，这样的秘宝可不是人人都有。在万兽神界之中，除了圣龙族和祖龙族以及已经被铲除的神龙族之外，其他神兽势力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秘宝。好，既然已经完成这一要求，那么我们便前往第一等级世界，抵达需要1个月时间。大家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可以在方舟任何一个地方自由行走，其中还有诸多的修炼室和炼药室以及其他房间。白衣男子也是对着众人嘱咐了一遍后，便是在方舟的最前方加入了几十万枚的神器丹，操控着这一艘巨大的超级方舟冲出千元界的世界闭魔。一艘巨大的超级方舟在进入咒海中后，竟是显得如此的渺小，要比就是一粒沙一般。看着四周黑暗下来的环境，也是让从没离开过千元界的众人感到一丝心惊。毕竟突然接触这样的环境下，难免也是有些心生恐惧。毕竟咒海之中还有着巨大的风暴，如果遇上的话，他们怕是更加的无力。离开了千元界，就算他们是主宰境的主宰者，都无法撼动咒海所带来的无尽黑暗。那震慑人心的感觉，超级方舟的行驶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从穿梭速度变成了叠空速度，空间被撕裂，直接使得空间扭曲，那速度也是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然而这一次在叠空的速度下，他们周围的并不是黑暗，而是淡淡的白光。这一现象也再次让众人加深了影响。原来在速度更快的运动下，周围的幻境都会有所改变。就在他们叠空而来的时候，万兽神界中的萧炎也开始进入疗养和修炼的阶段。焚诀空间里，萧炎盘坐一处沙漠之中，天空中照射下炙热的阳光，仿佛是在修炼一般。小家伙，你还真是一刻都不浪费时间啊！伤刚养好就进入修炼状态，真是难得一见。粉老的身影也是悬浮在一旁，捋着自己那金色的胡须出声道：接下来我将会去无量神界，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一方世界，但是我感觉那神界中必定有着比万兽神界更强的超级神之，所以我如果停下来，怕是到时候在那个世界中吃瘪。萧炎淡淡的回答道。不过萧炎所说的也是没有错，如今焚诀空间倒映出萧炎心中的画面是一处一望无际的沙漠，说明在这神之路上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要走，而且
如今自己的实力虽然突破到了一重天位神，将与灭神府抗衡，那基本都是毫无胜算。之前那位武林拳魔说了，如果将他杀了，其他拳魔也都会出来找自己，所以为了能够不被对方碾压，萧炎必须更加努力的修炼。哈哈，不错不错，一重天位神在无量神界的确无法自保，这一次的猪龙之战也让你稳固了体内的神力，如果在丰富的资源下，可以选择提升实力。冯老念念有词地说道。萧炎也是这样觉得，经过如此激烈的生死对战，其体内的神力也是彻底的沉淀稳固，不再那么虚浮，而且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必定能够提升至2重天位神。想到这里，萧炎的灵光一闪，便是从那戒中拿出一道光团，光团上面散发出一种微弱的波动，而这光团应该就是之前在上古圣地中所得的那一道4重天位神留下的光团，并且还未突破天位神时，萧炎就拿出来研究下，结果以序列神的力量根本就无法打开。然而如今自己已经突破到了天位神，那么应该就能够将其打开，看一看其中的究竟是什么传承。这般想着的时候，萧炎便是在自己的右手上凝聚出强大的天位神力，在神力灌入这道光团之后，那光团的表面竟是有了异动。如果换作是之前的话，序列神力灌输时根本就没有一点的动静，结果这一次看到光团表面那形成水波纹的异动，倒是让萧炎有些欣喜。在前往无量神界之前，萧炎必须要加快的提升神力修为，不然的话自己到时候怎么被其他神祇杀死的都不知道。经过片刻时间的神力灌入，那光团也是随之变大，瞬间就将萧炎笼罩在了其中，一股可怕的能量将萧炎包裹而下，周边还有着一道接着一道的雷鸣声。萧炎身处其中，用强大的神魂力量在扫视这处空间时，便是感受到虚空上以及四面八方都是有着雷鸣声。不过让萧炎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雷鸣声中还有着一种强大的能量，就是这一股能量令得萧炎体内的神元之气都开始沸腾了起来。看其样子，好像在这些雷鸣中的那股能量，就是萧炎所要的资源，可以让自己提升修为的力量。雷鸣中的那些能量，想必就是上古圣地中那位4重天位神所留下的强大传承了。萧炎收回神魂力量后，深邃的目光则是看了看四周，并且发现其中的这些雷鸣之声，竟然皆是朝着自己逐渐的靠近。一道雷鸣声仿佛就在萧炎的耳边响起一般，震得萧炎的耳膜都差点耳鸣了。小家伙，趁现在就吸收这些雷鸣声中的那股能量，不能让他们靠近你。一到你的神体被击中的话，这传承就会消散而去。此时冯老的声音急促的响起，仿佛已经猜到了这些雷鸣的作用。闻言，萧炎也是一脸震惊，什么？被这些雷鸣中的能量击中，这传承就会消散？怎么还有如此另类的传承？这应该也是那位4重天位神所设下的封印吧，同时也是在考验他所留下来传承，只有达到资格的传承者才能传承他的一切。冯老有条有理的喃喃道。不过对于萧炎则是有着相当的自信，毕竟他乃是焚诀所选择的人，应该不至于在一位4重天位神的考验下都完成不了的吧。萧炎再次将神魂力量释放到极致，然后运转焚神诀，一股神秘奇特的焚神之力再次迸发而出，将萧炎的身躯牢牢地包裹而下。四面八方的雷鸣声也是朝着萧炎越靠越近。萧炎双目微微闭上，一股以萧炎为中心的火海便是扩散开去，熊熊火焰便是弥漫在了这片空间之中。随着混色火海的出现，那原本朝着萧炎这边靠近的雷鸣，此刻被炙热的火海所影响，竟然在散发出一道雷鸣声时，便是被炙热的火焰给吞噬而尽。雷鸣声像是在疯狂的咆哮挣扎，结果最后还是被其吞噬殆尽。而萧炎的混色火海便是三昧神火，排名9道神火第6名，其恐怖的焚烧之力自然是相当可怕。见到有效果后，萧炎的嘴角也是浮起一抹笑容，仿佛这一切在他的心里都是如此的简单。不过要是换做别人的话，那么就非常困难了，毕竟刚刚那雷鸣声已经靠近萧炎非常近了。既然如此，我便开始传承这股力量了。萧炎暗自决定后，双手结印，可怕的能量也是从体内爆发而出，在自己的身后凝聚出一道巨大的天位海。只不过这天位海是无色。哦，这小家伙难道是想让无色天位海中的那股吞噬力量加快对传承力量的吸收不成？无色天位海出现的那一刻，也让得冯老微微吃惊。不过还是不出他所料，萧炎正是要利用无色天位海的吞噬之能，再叠加焚诀空间中的时间10倍流速之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想要将这4重天位神所留下来的传承力量全部吸收炼化的话，那么至少也得3年以上的时间，因为这雷鸣中的力量实在是太磅礴了，想要全部炼化则需要几年时间。这就是随着神力修为的提升后，在天位神领域想要有一丝提升都是非常的困难。不过对于外界的时间，3年就是3个月，如果再加上无色天位海的辅助吸收，那么速度又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真是让人很意外的小家伙啊！冯老捋着自己的胡须，满脸欣慰的微微点头，看似对于萧炎的表现非常的十分满意。有了无色天位海的吞噬之能，在萧炎那意念的操作下，天位海的最中心便是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漩涡，能够将四周的一切能量都吞噬其中，而且所要炼化的能量
直接不需要入体的过程，直达天位海柱之中。毕竟天位海乃是一名天位神所有力量的核心之物，就算是萧炎不用天位海，在吸收炼化的这些能量入体后，最终还是会成为天位海的一部分。所以萧炎这一次在吸收炼化这传承时，直接省去了其中一个步骤，直接将这些能量炼化至天位海之中。这样一来，对于吸收炼化的速度又会加快了很多。无色的漩涡形成后，便是将四面八方所出现的雷鸣瞬间吞噬而尽。1道、2道、10道、100道，越来越多的雷鸣皆是逃不过无色漩涡的强大吞噬之力，最终全部被吞噬其中。片刻间，萧炎便是感觉到自己天位海中的能量仿佛直接暴涨起来，其中的那一刻最耀眼星辰也是逐渐的变得更加的明亮，散发出神圣的光辉。